临近9月3号，不出所料，日本又开始搞小动作。外交消息人士透露，对于在北京举行的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纪念活动和阅兵仪式，日本政府通过外交渠道呼吁欧洲和亚洲各国不要参加，说什么中国的活动过度聚焦历史，反日色彩浓重。类似这样不上台面的小动作，日本从80年前战败的那一刻就开始搞了。之前的视频里也提到，1945年的8月15号，裕仁天皇发表所谓的终战诏书，只说接受波茨坦公告，字里行间还在为日本法西斯的侵略罪责洗白，甚至颠倒是非，把自己包装成原子弹轰炸的受害者。战争是日本单方面挑起的，战争的终结绝不是日本自己能说了算的，战争的罪责也更不是几句轻描淡写的话就可以一笔带过。所以从法律意义上来讲，所谓的终战诏书就是一张废纸，必须要有严格的投降程序和严厉的事后清算，伟大的胜利才不容置疑。1945年的9月2号，日本代表在美军密苏里号上签字投降。9月3号，中国国民党发表告全国同胞书，重庆举行庆祝胜利典礼。新华日报刊登毛泽东题词，庆祝抗战胜利，中华民族解放万岁。那么，从8月15号到9月3号这半个多月里，围绕日本投降究竟发生了哪些事儿？背后又有哪些较量？93胜利日是怎么定下来的？也请大家一键3连，正片马上开始。1945年8月15号，日本发表终战诏书之后，蒋介石就电告侵华日军最高指挥官冈村宁次，要求他立即通令所属日军停止一切军事行动，并派代表前往玉山接受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的命令。这份电报里头提到的玉山位于现在的江西上饶。当年玉山县有一座军用机场，在抗战后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它是盟军飞机轰炸日本本土之前最后的加油站。美国空军还一度派了5人小组常驻玉山机场，一直到1945年9月才撤走。玉山县政府在接到国民政府的命令之后，立即着手整修机场。曾经参加过跑道修补工程的胡光宏在一篇文章当中回忆到，当地动员了几千名民工，拉着大滚筒，花了3天3夜的时间，将跑道破损的地方一一修复。此外，还搭了一座礼堂式的台子，赶制了一套受降用的座椅。然而，就在玉山县拼命赶工的时候，国民党内部高层却提出了异议，认为安排在玉山受降的明显不合适。玉山远离大后方，交通通讯都不方便。更重要的是，玉山当时还处在日军占领区里头，作为战胜一方的中国军队主动跑到还被日本人占着的地盘上，这算哪门子受降？更何况日本政府虽然投降了，可大部分日军还不服输。冈村宁次在广播里听到终战诏书之后，还给大本营参谋长梅津美治郎发电报质问，说日本在中国还有上百万军队，而且还连战连胜，为什么要投降？所以在玉山接受日军投降，客观上存在安全隐患，主观上也不能打压日军依旧嚣张的气焰，要换地方。但换到哪儿也一下子拿不定主意。而这个时候呢，担任盟军中国战区参谋长的美国人魏德迈提了个建议，把陆军总部从云南昆明推进到湖南芷江，然后在芷江受降。他从2个层面给出了理由。客观上，在芷江受降安全系数更高，芷江是当时国民党军队的重要军事基地、部队训练中心基地和军用物资集散地。光是团级以上的驻军就有将近100个。芷江还拥有盟军在远东的第2大机场，赫赫有名的飞虎队在这里驻防了很长一段时间。主观上，芷江是中国有心理优势的地方。1945年4月9号，湘西会战打响，日本调集了8万兵力，想要夺取芷江机场，摧毁中美空军的战略基地。驻防芷江机场的中美飞机倾力出击，地毯式轰炸日军阵地，在将近2个月的时间里头，毙伤日军25000多人。所以在芷江受降可以震慑日军，好好的杀一杀他们的傲气。在接纳了魏德迈的建议之后，蒋介石于8月18号再次电告冈村宁次，受降地改到了芷江，时间定在8月21号。不过，即便到了芷江，日本方面还是小动作不断不仅言语上玩终战诏书那套文字游戏，行动上也不老实。这又是怎么回事呢？1945年8月21号，整个芷江是笑着醒来的，民众从4面8方涌向机场。当时有记者就记录下了这个喜悦的时刻。有老百姓说，一个强大的国家因为战败了而向我们投降，这种盛会谁不想见识一下？哪肯放过这么好的机会啊？上午的11点15分左右，一架机尾上绑着红布条的飞机缓缓降落。日本方面一共派出了8名代表，
打头的是侵华日军副总参谋长、陆军少将金井武夫。这个金井武夫在中国大地上曾经是不可一世的存在。卢沟桥事变，他参与了对日军一线部队的指挥，汪伪政府是他策划成立的。然而到了芷江，当金井武夫坐上插有投降白旗的吉普车的时候，心里比死了还要难受。联想起几年前在新加坡接受英军投降，以及在菲律宾接受美军投降的时候，日军强迫对方只能说是或者不是。现在轮到自己可能要接受这样的命运了。再看看吉普车的窗外，有的人是举起相机对着它一通猛拍，有的人是扯下了日本飞机上的红布条留作纪念，还有人在振臂高呼严惩日本战犯。后来在回忆录里头，金井武夫把这一刻形容为犹如一堵黑暗的墙壁，隔绝了自己的前途。受降的会场设在了芷江城外的七里桥，是由中美空军第一招待所的3栋西式平房临时改造而成的。在会场里头，2张长桌相向摆放，上方为受降代表席，下方为投降代表席。会场另一端设有观礼席和记者席。时任中国陆军总司令部第3战区副参谋长的萧毅肃主持仪式。下午3点20分，金井武夫一行进入会场，在说明身份之后，较量就开始了。金井武夫先是说：“我受日本驻华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派遣，前来敬业中国战区负责人。我的任务就是在停战协定签订前与贵官联络，没有权利决定，也没有权利在任何文字上签字。你看，只提停战不提投降，和终战诏书上的文字游戏是如出一辙。”这番表态呢，立刻就引起了中方代表的不满。萧毅肃直接斥责道：“你是冈村宁次派出的投降代表，前来接受中国战区关于侵华日军投降的命令，你在口头报告中用停战代替投降一词，殊为不妥。”眼看着中国代表那么硬气，又想想自己面临的现实处境，金井武夫也只能唯唯诚实。但是在呈交文件的时候金井武夫又耍起了小动作。早在3天前，中国方面就电告日方，命令对方交出中国以及越南北纬16度线以北地区所有日军指挥系统、兵力分布、机场、舰艇、弹药库、布雷区的相关表册和图籍。然而在芷江受降现场，金井武夫说自己只带了日军在中国战区的兵力部署图，没有表册，而且部署图上也没有台湾地区的兵力部署情况，理由是驻扎在这个区域的日军不归冈村宁次管。可以看出哪怕到了投降的时候，日本还在想尽办法要阻止中方全面掌控。在不断的较量当中，会谈持续了1个多小时。负责现场拍摄的美国摄像师捕捉到一个细节：日本中佐参谋桥岛芳雄坐下之后呢，一直在紧张的不停的擦汗，而在一旁的金井武夫头上也直冒汗。到了下午的5点左右，中美代表宣布要求金井武夫转交冈村宁次的中字第1号备忘录。备忘录规定，在中国战区的日本陆海空3军应接受命令，向中方指定的受降主官全部投降。之后的2天，受降洽谈继续，确定了日军向中国投降的所有条款，部署了芷江受降之后全国16个受降区101个缴械点分别接受日军投降的相关事宜。8月23号下午，受降洽谈结束之后，何应钦还召见了金井武夫，通知他中国战区最高层级的投降仪式将在南京举行。芷江受降的尘埃落定，让中国战场的局势彻底翻转，侵华日军不得不接受中国的命令，等待全面缴械。而这还不是终点，一场持续整整14年的抗战，需要一个具有世界意义的胜利仪式。而事实上，早在日本出现有意投降的苗头时，盟军方面就开始准备受降工作了。1945年8月12号，在经过一番派系权衡之后，国民政府决定委派军令部部长徐永昌作为中国代表团团长，参加日本对盟军的投降仪式。根据徐永昌的私人秘书回忆，等到日本发表终战诏书之后，8月17号，徐永昌率代表团乘坐美军飞机离开重庆，前往菲律宾马尼拉，在马尼拉停留1个多星期后，又乘坐美军的运输舰于8月31号下午抵达日本横滨。在经过横须贺军港时，中国代表团看到岸上挂着一面表示投降的大白旗，心里无限振奋，感到扬眉吐气。9月2号，激动人心的时刻终于来了。上午9点，签字仪式在停泊在东京湾里头的美军战舰密苏里号上举行。登上密苏里号的日本代表团为首的外相重光葵带着假肢，拄着拐杖，一副步履蹒跚的样子。1932年的4月29号，他作为日本驻华公使，在上海的虹口公园被韩国抗日义士尹凤吉炸断了一条腿。如今，重光葵站在全世界的注视之下，作为战争始作俑者的代表，他的神情难掩一丝紧张。
大本营参谋总长那个被冈村宁次质问为何投降的梅津美治郎紧随其后，神情凝重。一切就位之后，盟军总司令麦克阿瑟开口说道 ：“We are gathered here, representatives of the major warring powers, to conclude a solemn agreement whereby peace may be restored. I now invite the representatives of the Emperor of Japan and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and the Japanese Imperial General Headquarters to sign the instrument of surrender at the places indicated." 在众目睽睽之下，日本作为战败方首先签字。重光葵作为政府代表签字，梅津美治郎作为军方代表签字。随后，麦克阿瑟以最高司令官的身份代表盟军签字，尼米兹则是代表美国签字。在尼米兹之后，中国代表徐永昌离开队列，缓步走到签字桌前，在接受日本投降书上签下了3个中文大字“徐永昌”。等到9个受降国家代表全部签完字之后，仪式结束，日本代表团低着头灰溜溜地向远处退去。站在炮塔高处的美国士兵有些甩下帽子砸他们也没抬头。自此，日本无条件投降有了法律铁证。9月2号当天，国民政府下令全国庆祝胜利，放假3天，并于之后的1946年正式把9月3号定为抗战胜利纪念日。新中国成立之后，毛主席也批示沿用这一日期。2014年，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确定，将9月3号定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历史的长河奔流不息，但有些日子注定不会被时间冲淡，更不会被那些掩耳盗铃的小动作给抹去。80年前，中国人民用血肉筑起了胜利的长城，而今天，那些试图掩盖侵略、扭曲历史的小动作依旧不时出现。然而，芷江街头的欢呼、南京城头的礼炮，还有密苏里号上的签字，早已写下无法抹去的结论。这是一场正义战胜邪恶的战争，这是一场中华民族浴火重生的胜利。